前往甲骨文球场，而且他的 career 也太屌了，他的生涯居然是3成打击率，660轰。打击区的地方，投手是不能在那边 warm up 的。5分钟我看不到我的朋友在哪里，全部都是烟。这个贵宾是甲骨文球场里面唯一一个靠边的贵宾室，租一次总共是3000元到1万元不等。因为我们把宗旨给了到齐了。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Frankie 屋，我是 Amy， 我是保罗。那我们今天呢来到了 San Francisco 的甲骨文球场。他们今天并没有主场的比赛，但是他们还是有提供球场的导览参观，所以我们就是购买了10点半的场次，然后一个人是25元，然后还要加一些有的没有的那些杂费，所以加下来我们2个人大概是62元，所以一个人大概31块钱左右。然后我们现在大概是导览前半个小时，我们就先到这边带大家走走看看球场附近有什么吧，然后等一下再带大家进去里面导览。Let's go！ 这个也是我们第2次的 tour 而已。没有错，不是每个球场都有 tour。上次我去水手的时候，因为他说我们刚办完明星赛，所有的 tour 全部都是取消的。然后运动家也是今年好像太多人 boycott 他们，然后所以他们也把他们的怕被破坏了。现在是礼拜6的早上9点多而已，然后今天也没有球赛什么的，所以路边停车很好找又很便宜，1个小时才50 cent。巨人队在1905、1921、1922、1933、1954年总共有5次世界大赛的冠军哦。那时候他们是都还在纽约的时候，那边全部都是球迷的钱。对啊，密密麻麻的，没有低头看都没有发现。所以西亚很喜欢搞这招，像那个好莱坞一样。感觉你给的钱不一样，长的大小也不一样。他做的很细腻啊，钉鞋的钉都有做出来，棒子也做的超像的。不愧是摆在门面的雕像。而且他的 career 也太屌了，他的生涯居然是3成打击率，这什么鬼啊？神鬼数据耶！1900打点，660轰，生涯安打3000支，太猛！难怪他在 statue 上面笑得那么高兴。应该不会有人做一个 statue 然后还愁眉苦脸的。可以是什么 Sad Joe 之类的，他的脸就很臭啊。你说他的名字就叫做 Sad Paul 这样吗？然后 Paul 就永远都一个苦瓜脸。就是这里集合，脚抬得超高了，有点像是野猫英雄，夸张动作的人。这就是海湾 San Francisco 海湾。Bay Area 就是这个地方。然后安检进来啊，天哪，安检超级无敌松的。根本没有看。他说什么这个不能，那个不能，他全部都带进来了，东西完全没有看。对啊。Where are you guys from? From Maryland. Maryland? Yes. Welcome. So this is where the visitors' buses come in and park, and the visitors' players walk up here to their clubhouse. 刚刚就是解释说，因为很多地震嘛，然后地震其实摧毁了前一个球场，所以这个球场在做很多方面，全部都是为了要改善地震的问题，就可以像是台湾的防震结构了，所以它其实是5种不同的 building 接在一起的，然后 pipe 就是水管也有特殊的。Everybody come on in. This is the visitors' clubhouse. The last visiting team was the Cleveland Guardians, so we have all their numbers and names still up in the individual lockers. The visiting team will send our clubhouse guys a map of how they want the locker room laid out before they get here. So our guys can print up these name tags and hang them and so on. 很有趣啊！他说他们的薪水都非常高，所以这边的工作人员都会尽可能的满足所有球员的要求，因为可能可以获得很好的小费，甚至还可以在风。他就在跟我们解释，那个栏杆上面有一个一个凸出来，就问说是要干嘛？就是因为球员会想要从那边滑下来，为了阻止他们滑下来，他们在上面做了一个一个的挡的东西。This is the visitors' batting cage. The Giants we're on the first base side. The Giants have an identical facility behind their dugout on the third base side. 这边是球员打击区，然后这边他就说每个要 warm up 的球员就可以站在这边，然后他会有像大鲁阁练习场一样，会有这边球投过来，你也可以找人在这边练习帮你投。
我们现在从客场休息室出来，然后还有特别说不可以走上草地哦。你可以看到别人走上草地，但是我们 tour 的人是不能走上草地的，就是踩在这个红土上面。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景色，非常的漂亮。他们今天有小朋友 Junior Giants 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打击场上有很多小朋友在练习，因为他们今天有别的活动。然后这边远方也有超多赞助厂商的，像 Levi's、Uber Eats， 然后甚至我们的长荣航空、AAA、Visa 全部都有赞助。我们刚刚前面看的那个地方，它是打击练习区，客场的打击练习区，主场也有另外一边也是打击练习区。然后它就是说打击区的地方，就是只能让打者练习打击，投手是不能在那边 warm up 的，因为它为了要让所有人都在牛棚 warm up， 让对手也可以看到现在正在准备的投手是谁。所以不能躲在里面偷偷起来练。唯一一场例外就是当 McCann 在投出完成比赛的时候，为了不要影响 McCann 的心情，然后如果有投手在那边warm up，他想说教练是不是不相信我或什么的，所以他那时候就说无所谓，你要罚我钱也没关系，我就是让我的投手躲在里面准备。后来还是顺利的打出了完全比赛，所以那个 warm up 的投手完全没有派上用场。Clock is here, and there's one on the Giants dugout as well. Up here is the press room, where it says Salesforce, and above that is the broadcast booth. Anyway, 总共只有10几个球场，不到一半的球场的主场的休息室是在3垒侧，而不是在1垒侧的。通常主场会想要在1垒侧，因为球员打完球，不管有没有上垒，就可以很顺利的回到就是 dugout。但是他们这边却是在3垒，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这边的场地蛮受限的，就是他们场地没有很大。为了想要让他们球员比较大的 clubhouse， 他们就让这个 dugout 主场的 dugout 设置在3垒的方向。他就说他们球员如果有很棒的比赛，想要大肆庆祝的话，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在那边庆祝。对于球场的限制，大联盟只有限制就是 dugout 跟牛棚大小是要一样的，但是没有限制说 clubhouse 的大小是要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这边特别设置了他们主场的dugout是在3垒侧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而且它 clubhouse 里面还有撞球桌，然后他说健身房也会比较大，然后大家在里面丢高了之后，他说上一次再见比赛，他们很高兴，还开了烟雾机，然后还放了那个广告，可以看到那个气球人。然后说有球员就接受专访，说5分钟我看不到我的朋友在哪里，我的球队在哪里我都看不到，全部都是烟，然后大家都边鬼叫这样。这边是买特殊球票才可以进来的，有5000个座位，你买了这5000个座位的票，就可以特别使用专门为你打造的用餐区，你还有自己独特的通道，不用人挤人。我们现在坐电梯来到5楼啦。刚刚他在为我们解释 Willie Mays 的生平还有故事。他的生涯全垒打数是660颗，那其实并不及 Baby Ruth 的700多颗。Willie Mays 在他生涯的其中2年，他其实是去从军了。所以在从军的过程中，他有2年是没有全垒打纪录的 records。他的背号是24号，在他的雕像旁边呢，他们就为了纪念他，特别种了24棵棕榈树。然后那个 plaza 呢，他们也叫做24 Willie May Plaza。那我们现在就来到5楼喽，给大家看漂亮的景色。我们刚刚就是在1垒侧出来那边 visitors 的休息室走出来。现在这边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海湾就在这边，然后他们打出去的话就是 splash hit， 然后可以到那边有很多小船，就是每次比赛的时候如果有打出全垒打，大家就会冲去那边抢那个全垒打球。刚刚听了超多资讯的，最主要呢就是他说那个 splash hit， 主要是只有记录他们主场球员的，然后就是102球，然后全部都是左打者打出去的。那边就在右外野了啊。对，然后说他们虽然这个是不包含客场球员，但是他们有稍微记录一下客场球员记录大概是60颗，差很多为什么？比较少人，我也不知道没有，应该是一样多呢。对啊，有地主优势嘛，他们比较熟悉啊。所以可能是 Barry Bonds 帮助他们，如果没有 Barry Bonds 的话，他们也是70左右，就差不多。对啊，这 Barry Bonds 太恐怖了，他在这个纪录开始以来前45支他就打了30几支了，全部都是打到那个里面去，全部都是打的越过那个墙。对。
然后刚开始他说大家去抢的时候，还有人开那种动力船来抢，后来他们就规定快艇不能够靠近那边，只有卡雅可以去抢而已。左外野那边的金手套就是有一个很巨大的手套，那说看起来虽然真的很像一个巨大的皮革材质的手套，但它其实是用 fiberglass 还有用 steel 打造出来的仿皮质的质感。猜猜看为什么那个手套没有中指呢？那个手套只有4只手指。导览员就说，因为我们把中指给了道奇了。然后外面的那个可口可乐呢，它有特别介绍，可口可乐原本是直立的，然后上面还插了很多吸管，但是被邻居抱怨说他们并不想要市容里面有一个这么巨大的可口可乐罐子，所以他们后来就把它变成躺下来的造型。然后在左外野的那个橘色 pickup truck 后面呢，那边就是主场球员的停车场。Giants 在 San Francisco 的这一个球场，其实是他们自己出钱盖的。San Francisco 当地的政府并不愿意出钱帮他们盖这个球场，所以他们其实有巨大的 mortgage， 有房贷要付。所以呢，他们举办了很多活动，在 off season 的时候，他们会借给比如说 football 打美式橄榄球啊，然后会租给外面的人来，比如说办演唱会，然后做一些什么迷你高尔夫或者是一些高尔夫的活动，就是为了想要筹措一些资金，然后让他们可以来早日还清这个房贷。听那个导览真的很考验记忆力，因为他一直啪啪啪啪啪啪啪在讲超多，然后我要记，而且记起来他在讲什么数据啊。他刚刚自己在讲他们退休球员背号的时候，还想说，这个时候我就要拿出我的小抄来看一眼。他自己也不记得。To corporations and so on, but a handful of the Giants lease on a game-by-game basis. We're going to go into Tony Bennett's suite. 总共有61个贵宾室，然后通常都是希望就是有企业来整季的租出去的。我们现在来参观其中一个。这个 view 也太好了。好，我们现在就进来贵宾室里面啦。果然座椅都是比较不一样的，皮革座椅、柔软垫的。然后你就可以拿东西吃，坐在这里，然后看球赛啊。这边 view 其实真的也是非常的好，没有觉得很远。这个贵宾室呢，是在这个甲骨文球场里面唯一一个靠边边，然后有玻璃的贵宾室，总共可以坐20几个人左右。然后他说是根据对战的队伍还有时间，就是当然越热门的时间跟越热门的队伍就特别贵啦，所以他会说，就是租一次总共是3000元到1万元不等，然后不包含食物哦，你要特别就是还跟他们订购食物，然后你也不能带外食，所以你一定要跟他们订购食物。特别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他们在盖这个球场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原本是想要让球场的 view 是可以看到 San Francisco 市中心的市景的，但是他们有一些专家来做了报告之后表示说，如果他们是面向市中心的话，就会跟之前一个球场一样有风很大的问题，然后他们就是评估之后说不要，我们不想要再有一个风很大的球场了，他们才转换方向，变成看到的是湾景而不是市景哦。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阿拉斯加航空 Club Level 在 Section 2楼的地方。然后这边一样也是你要买特殊，就是坐在这一区的人才可以进来使用的用餐区。史努比的座驾也是 Giant 的名，所以他特别授权给 Giant， 让他们的角色都穿上 Giant 的衣服。然后这边看到的是1954年的冠军戒指，天哪，好久远哦。然后这边都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球员，蛮多都是刚刚有介绍过的退休背号的球员。他们在纽约的最后一场比赛的 ticket， 在这之后他们就搬来 San Francisco 了。有一个球员凡士林爱好者，然后凡士林公司还打电话给他，希望可以代言，就后来被发现他拿那个躲避，他投球被投得很快，就很尴尬嘛。然后他就说他们就生气，他就说我们的产品是给小孩的，不是给你用的，就不要找他代言。2010的在左边，2014在中间，2012在右边，全部都是 Tiffany 做的。刚刚从 tour 里面出来了，然后我们也买了商品，然后有参加 tour 的话，所有商品全部都打8折，其实差蛮多的，我觉得还蛮佛系的。对啊，而且才25块 tour， 这样很不错。对，其实他讲了蛮多东西的，但他就真的就是一直讲，就是要一直听。
然后他就说可以去上厕所，但是去上厕所期间他也在讲，所以你其实上厕所是自动放弃，就听不到。但总之我觉得25块的票价可以听到这么多历史，然后亲身经历，其实是很值得，蛮值得的啦。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下次见，拜拜。我们现在去看车有没有被砸？对，我们现在去看车有没有被砸，好害怕。太好了，第一站车窗没有碎，很棒。